在这个 FB、IG、Line 等社群爆炸的年代，社群小编非常的重要。但是问题来了，究竟呢，你应该要自己聘用你的社群小编，还是要外包呢？大家好，这里是617行销笔记，我是617。用行销让你的好被更多人看到。如果你希望每个礼拜能够接收到617行销笔记的最新行销资讯，那欢迎可以按赞、留言、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究竟自聘小编跟外包小编哪一个比较好呢？先跟各位说答案，你能够自己养的最好。既然破题都已经告诉大家自己养最好了，那今天还要讲这一集吗？当然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道理呢，就像是说，如果你喜欢吃青菜，但你觉得青菜应该要自己种来吃，还是去外面买呢？那我们今天自己养小编跟我们外包小编的话，其实各有优缺点。所以今天呢，想跟各位分享几个部分。第一个是自聘跟外包，他们各有什么样的优缺点？第二是怎么样的公司适合自聘，怎么样的公司适合外包呢？自聘小编的第一个优点呢，是你对产品够了解。因为呢，在一家公司里面，你的员工照理说应该都是这个领域的一个受众，比如说做汽车杂志的或卖汽车零件的，你让你对他熟悉，你写的东西当然会写得更深入，更能够符合这个族群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成本比较低，因为你的员工里面呢，如果本来就有人的身份或他的职位是可以身兼小编的，那当然相对的你会省下一些成本预算。但是要注意了，很多年前一个小编可以负责3个粉丝团。好，但是在现在呢，可能一个粉丝团3个小编都还不太够用，对，所以这个部分呢，也要评估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有办法把你的员工用他多的时间拿来去经营粉丝团。第三呢是机动性强，因为你的员工如果本身就是在公司里面的编制的话，那他其实每天跟其他员工在一起，跟各部门都很熟，所以公司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都可以第一时间去了解掌控，马上去判断说我社群应该做怎么样的一个发文，而这个部分呢是外包小编比较难达到的。说完3个自聘的优点之后的话，讲3个缺点。那第一个缺点呢，就是老板或主管本身应该要懂得社群的操作的基础。很多公司它可能是做传统产业，它可能老板对社群完全不熟悉，所以常常会过度想象就是社群该有的功能，但其实是错的。就算找了年轻人来这个地方，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去跟他们对话，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去管理。不管小编能力再好，有可能都没有办法发挥出它的功效来。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今天这个单位本身并没有擅长网络经营的一些族群，或者是网络原住民的话，那他可能也很难运作。比如说像有些传统的杂志社，那他们里面的人可能都是40、50岁，那对网络也不是那么熟悉，每天都是在做线下的东西，那他们在经营起来就会非常的吃力。第三呢，就是常常见到的，如果小编离职的时候呢，社群往往就会荒废掉。小编如果只是一个人去负责所有的小编的事项，那等到这个人一离职的话，没有人知道怎么接手。再来要谈的是外包的优缺点。那先讲外包的优点：一，找到信任的团队就可以安心的放手，因为既然是外包了，要交给专业的团队去处理。所以如果今天你找的团队本身是值得信赖的时候，对，那你就大可以相信他们，因为有些东西你自己不太懂，他们比你还懂，而你只要跟外包社群去调他的资料，或每个礼拜听取他的一些报告，就可以大概知道你社群的经营方向。二，就是能够持续 follow 到最新的社群的新知，因为其实呢，很多外包公司呢，他们要不断的去钻研各种领域的一些行销观念，所以他们的知识是不断在扩充的。他们有第一手资讯可以去帮你经营这些社群的一些方向。这个东西呢，常常是自己聘用小编的这些公司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家来处理，他们可以持续的去优化、去更新你现在的社群的经营状况。第三呢，就是最大的优点，就是你完全不用担心小编突然离职而带来的风险，因为呢，既然是包给某家公司，那都已经签约了，所以呢，不管这个小编出了什么状况，这家公司都要负责到底。说完外包的优点呢，再来讲外包的缺点。外包的第一个缺点呢，就是需要比较多的时间磨合和沟通。比如说，如果你做的是传统的零组件，这个团队他不一定对这个知识是这么了解的，所以他们可能比较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寻找相关的资料，然后去知道说，要怎么去跟你这个族群去说话。第二呢，就是要找到靠谱的团队。
因为现在呢，其实接案的人越来越多，那有一些年轻人或者是有一些没有经验的人，他们可能经营过自己的粉丝团或经营过自己的社群之后，觉得他可以了，他就会去外面接案。但是呢，他们可能没有操作过相关领域的一些社群，那可以打听一下这个团队在业界的风评如何，或者是直接看他每间的作品集，那透过作品可以大概知道他们在哪个领域是比较出色的。第三呢，就是外包的话，费用一定会相对比较高一些。为什么呢？其实也很简单，外包团队它既要有专业，它要有人力，而且它还要承担就是人员流动的一个风险，以及人员的培训成本，就看你自己怎么评估了。那很多人就会问啦，外包的小编的费用到底是多少钱呢？其实这个部分呢，真的很难回答，因为它没有一个一定。你这个社群需要花多少人力去执行？比如说，你可能需要一个美编，需要一个文编，需要一个影音，需要一个广告投放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人事费用。如果是你自己请的话，大概是多少钱？再加上一个产品经理，一个 PM， 是你们公司跟代操公司他们中间的做沟通的桥梁，再加上它的一个代操费用，所以total加起来的话，一定是这个数字以上的。但有2个重点要提醒大家一下。第一个，你要经营几个平台，因为有些人会说，我有社群小编，那你应该经营我所有的社群。你想太美！你要知道，现在有 FB、有 IG、有 Line、有 TikTok， 会有一些新的社群一直不断的崛起。小编不太可能一个人可以身兼那么多职做所有东西。你平台多的话，你的人数相对一定会多。而第2个呢，也是很多外包的厂商常常会忘记的，就是你一定要预留一部分的广告投放的费用。因为呢，一个社群刚开始起来的时候，自然触及的红利这么低的情况之下，蛮需要花一些费用去做广告的投放，所以建议初期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比较好的文章，都可以投递一些广告，让它的成效是比较高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列出5种适合自聘小编的社群单位。第一种，中小型的电商，因为呢，电商跟行销是非常密切的，很多的电商呢都是透过社群去做它的一个汇集客户的一个动作。第2种呢，就是具有生产能力的公司，比如说像电视台，然后出版社，或者是影音创作公司，或者是一些文创公司等等。社群上面最缺的就是 data， 所以当你今天能够源源不绝不断去做一些创作的时候，那你就很自然的可以把这些创作放在社群上面，那你也可以花很少的心力去把社群做好。第3呢，就是你们公司的成员比较年轻，而且对网络非常了解的网络原住民。因为这些年轻人他们有很多的 know how， 很多的想法，可能是一点就通的，会比很多年纪比较老迈的公司，再去教导他们，或再去要求他们去进行社群是好非常多的。第4种呢，是主管或团队本身就非常懂社群的，可以自己慢慢的抽出你的团队，总会有一天你会需要自己的团队的，那何不现在就开始建立呢？第5种，那就是所有的单位都可以自己建立。有自己的人总会比较放心。那你有余力的话，那当然建议大家不妨可以开始培养自己的一个团队。最后呢，要列出5种适合社群行销外包的单位。第1种呢，叫做大企业。一般的大企业都会有自己的行销部，而行销部的工作呢，并不是要自己处理所有行销的细节，因为公司太大了，他们要做的行销范围非常的广阔，所以他们一般都会找广告公司或公关公司、投放公司等等的去执行他们下面的要动手的事情，头上就动脑，就跟出钱就好了。第2种呢是公部门。那公部门呢，还蛮适合外包的。在公部门的这个层层的架构下面，其实下面的小编就算能力再怎么强，其实也不一定好说服长官。所以很多公部门呢，也慢慢会透过外包的方式，让社群的经营可以委外去执行，更快的推动政府事务的一些行销和宣传。第3呢，是有编列行销预算，而且正在成长的公司。他们往往也知道社群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宁可花一些费用，然后去请行销公司帮忙经营他们的社群，他们可以更专注的在他们本职的职务上面。第4个呢，就是形象老化的品牌跟单位。因为一般你会老化，就表示你已经跟社会脱节、跟年轻人脱节、跟社群脱节、跟时代脱节了。好，所以这种时候呢，不管你是品牌、是政党，还是一般的人，一些名人，好，他们都会需要找一些行销公司帮他们经营他们的社群，而往往呢，这个成效也是非常好的。第5种，厉害了，就是钱多的单位。没错，有钱就是任性，你可以用最省时省力的方式帮你达到社群的优化。那我就将今天所讲的内容呢，整理成以下的这张表。
因为社群的领域真的很广，所以一定有遗漏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呢所知道在自聘小编跟外包小编上面还有什么优缺点的话，也欢迎可以在留言处留言，我们可以一起分享讨论。如果呢你对这个频道有兴趣，你也觉得我讲东西对你有点帮助的话，也欢迎你一定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帮我按赞、留言、订阅，并且开启那个小铃铛。617行销笔记，我们下礼拜见，拜拜。哦，对了，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也支持我的话，也欢迎你可以点选旁边其他的连结，那或许会有更多的收获哦。拜拜。